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今天我们讲一件老实人从被欺负到奋起反抗的案件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还得从1996年的中国吉林省通化市说起。在当地有个偏僻的小村落，村里大部分人都是朝鲜族，除了会说汉语外，还会说韩语，在生活习惯上和韩国人非常接近。其中一个村民是本期案件的主人公，他就是44岁的全在谦。全在谦是村里小学的音乐老师，由于工资微薄，所以平时会做点外快补贴家用，粗活累活脏活全干过。他之所以会这么拼命，主要是家中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用钱，一边是嗷嗷待哺的3个年幼孩子，一边是卧病在床的老母亲。作为一个男人，看着日以继夜干活的妻子，全在谦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决定再出一次海。回想着上次出海赚来的5万元，全在谦愁闷的思绪突然少了很多。面对丈夫的决定，妻子既没有反对，但也没有支持。虽然当时也有很多村民和韩国人一起出海捕鱼，但这靠海人吃饭的事情难免凶多吉少，搞不好小命就没了。在出发的前一晚，躺在床上的全在谦紧紧抱着妻子。作为一个男人，全在谦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给妻子留下最后一碗的温存。离家的那天早上，妻子从床底拿出一袋东西，里面是用报纸包着的2万元现金。钞票虽然很是破旧，但叠得异常整齐。将其递到丈夫手上后，妻子嘱咐道：“孩子他爹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”从家中离开后，全在谦并没有直接来到海边，而是坐车来到镇上。按照当时的情况，他需要向中介交2万元押金。在2年海上劳动结束前，如果全在谦提前返回陆地，那这2万元就会被中介吞下，反之则如数奉还。接待全在谦的中介是个中年男子，西装革履，头发柔亮，把全在谦拉到一侧后说道：“哥们，这是新加入的6个小伙子，都是20来岁，血气方刚，能干活，也是你们那边来的。船上呢，大家尽量相互照顾一下。”在中介的安排下，全在谦和6名同乡一起坐车来到了首都北京。他们将从这里坐飞机飞往韩国，然后跟随韩国船员一起出海。飞机上几个人的眼神虽然偶尔有过交流，但也仅限于眼神的交流，毕竟彼此都不认识。突然之间，全在谦打破僵局，说自己在村里的小学当老师，这是第2次出海。听到这话，一名同伴立马答道：“哥们，你这老师当得好好的，怎么来干这苦差事啊？”那全在谦就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没办法，家里大大小小都需要用钱，上次挣的5万块全花在我妈的医药费上了。”那在全在谦的带头下，几位同乡相继说出了自己出海的缘由，大多都是家庭原因。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2字啊？辗转几番后，几人终于来到了码头。看着成群的远洋渔船，几人就好像看到了新世界。不愧是发达国家，这船比俺在老家看到的气派多了。那根据约定，6月16号早上，全在谦和6名同乡登上了佩斯卡马号渔船。由于本身也是朝鲜族，所以全某7人也会说韩语。登船时，他们还用敬语热情地向韩国船长打了招呼。可船长崔泽基却是一脸高冷。那除了船长，佩斯卡马号船上还有另外7名韩国船员，以及新加入的10名印尼籍船员。那一晚，躺在船上的老乡纷纷吐槽：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是个船长吗？还真以为自己要上天。”就那个叫做李仁熙的船员，你向他打招呼时，他还会笑着回答。那其他几个韩国棒子，那感觉好像欠了他们几百万似的。他面对老乡的抱怨，全在谦表示：“唉，韩国人就是那样，做啥呢都要谈资论辈。不过你们千万不要随便惹那个船长，
我听说上次他把一个印尼船员打成重伤，导致被印尼大使馆投诉，可这家伙坚决不肯道歉。后来不但没被炒鱿鱼，还升职当了船长。听到全在谦这些描述，几名同乡这才知道，这家伙看来确实不好惹。登上渔船的当晚，船长崔泽基便决定出海，就为了趁着好天气能多捕点鱼。对于全在谦来说，因为有过一次出海经验，所以对海上生活和工作流程基本都能适应。拥有大专文化的他，还被船长叫到驾驶室帮忙开船。可他几个同乡以及几个印尼船员那就完全不同了，不是呕就是吐。晕船呢还不算什么，而关键是很多人连怎么捆绑鱼绳都不会。不过这一点呢，船长早就料到了，便叫甲板长将人号教他们。可这位甲板长说话过快，步骤讲解呢也是不清不楚，导致一些船员根本就反应不过来。但因为晕船的原因，那有些人绑着绑着就得排到外面吐一次，这把甲板长弄得一肚子火，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，晕船的人还来凑什么热闹？你以为这是你家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所以面对这些连鱼线都不会绑的新手，那甲板长言语上的怒火逐渐就升级到了肢体上。他眼睛是学会了，可一动手就完全乱了套。所以在第一天开始，全在谦的几名老乡就没少挨揍。他忙活了好长时间，几人才灰头灰脸的回到房间休息。出海2天后的6月18号，甲板长继续教新船员使用新工具。但是对于生活在内陆的几名中国船员来说，很多工具他们连看都没看过。他为此全在谦客气的讨好甲板长，可整条船能入得了甲板长法眼的只有船长。他前往驾驶舱帮忙开船之前，全在谦拍了拍同乡的肩膀，他故意用韩语跟他们说道：“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学哈。”他说完便回到了驾驶舱。还是和昨天一样，甲板长继续教新船员怎么绑绳子。他教着教着，甲板长突然绕到中国船员李春盛背后，并且问道：“嘿，你有没有小孩？”他面对甲板长突然的关怀，李春盛非常诧异，但还是回答了他。甲板长接着询问：“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啊？”这个问题让李春盛一时摸不着头脑，这平白无故的怎么问这种问题？直到甲板长羞辱他，说他的孩子是从母狗的肛门里掉出来的，李春盛这才明白甲板长的用意。甲板长一边开怀大笑，一边手抓着李春盛的头。他面对甲板长的羞辱，李春盛咬紧牙关，满肚子火憋在心里。要不是为了赚钱，老子早把你给放倒了。整艘渔船的25人中，除了8名韩国船员外，7名中国船员，10名印尼船员，几乎都被甲板长殴打过，包括全在谦。即使他熟悉海上业务，全在谦找到了船上的1级海事李仁熙，问他能否给船长带句话，让甲板长不要老是打人。而对于同事的暴力李仁熙当然也是看在眼里，可他根本就做不了什么，甚至只能安慰全在谦：“只要你们好好干活，甲板长就不会打人了。”但出海第10天后的6月26号，全在谦写了一封信，大概内容是说会好好干活，希望甲板长不要这么暴力。他写完后全在谦就将信件交到了李仁熙手中，希望他能帮忙转交一下。但也就只有他这位韩国船员肯帮这个忙了。将信件递出去后的第2天，甲板长带领船员开始了首次捕鱼作业。那从碰面的那一刻开始，船班船员并没有太多交流，而空气中也是弥漫着死寂的气氛。以全在谦为首的中国船员都在想，那家伙应该已经看到信了吧，应该不会再随便打人了吧。可事与愿违的是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甲板长就把拳头挥向了中国船员崔景浩，甚至用捕鱼工具敲打他的头和耳朵。这把胆小的崔某吓得连血都不敢擦。这边甲板长刚动手打人，那边的船长也开始发飙。船长直接抓起一条鱼砸在老是出错的中国船员白中范身上。那除了以上2位，另外一位中国船员李春盛
也未能幸免。他被船长用捕鱼工具砸到脸部，同样鼻子见血。不过和上面2位船员不同，李春盛被打后开始躲闪，但没想到这进一步惹恼了船长。嘿，你这小子还敢躲！那船长大声呵斥李春盛，并让其跪下。李春盛起初也照做了，但船长却变本加厉，拿起铁器准备击打李某的头，可被李某一躲，铁器落到了李某的肩膀上。从第一个被打的崔景浩开始，韩国船员的暴行，所有外籍船员都看在眼里，包括印尼船员，以至于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。而最终忍无可忍的李春盛直接抓住船长手中的铁器，一个起身，直接用胳膊锁住了船长的喉咙。那李春盛朝着船长和甲板长大喊：“你们打够了吗？”那被呛得满脸通红的船长依然不服软，他命令李仁熙把斧头拿来，他要砍死这帮臭要饭的。他看到这副场景，印尼船员也拿起工具，站在了中国船员这边帮忙，准备和船长大干一架。但混乱之中，就有人说了一句：“我们都写信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们？”那船长一脸疑惑。这时众人的眼光转向李仁熙，而李仁熙这才尴尬地说自己忘记把信交给船长了。而在双方剑拔弩张时，全正贤主动站了出来，调和了双方船员的矛盾。而大家都是出来求财的，没必要弄成这样。而这件事情过后印尼船员呢就提出要下船，他们实在不想干下去了。而这种领导，连资本家看了都自愧不如。那考虑到如果一下子少了10个船员，那捕鱼工作就很难按时完成。那船长这才假装同意，以后不会再动手打人。而就当印尼船员和中国船员以为事情迎来转折时，一场更大的矛盾在他们不经意间悄悄拉开了序幕。